点天天清，点地地灵，点人人众生，有无？别看他在场的高朋满座都是绿营的达官显贵啊！你看郭国文、林佳龙、赖清德，其实相当传统中华闽南文化，只是说他们一直想把它打造成一种台独化。赖清德的认知事件里面，在中国都被中共用文革破坏殆尽，所以他的反共的其中一个理论基础就在这里。我们有传统文化，你们没有，这是台湾价值吗？也许是吧。我在看赖清德哦，我常常心里有时候都蛮难过，你知道吗？你就觉得说，哎呀。要是他没那么台独哦，其实他是一个传统中华闽南文化的保留者啊，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赖清德要强调台湾闽南语改成台湾台语，因为如果不改，你一讲闽南在哪里？闽南在福建，那不就冲突了吗？那不就相打了吗？所以赖清德上来的台独，事实上反而搬石砸脚，表面上台独的意识更加浓厚，但就文化的实体内容上，你距离台独是更加遥远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点名点在前，厝里风景一大堆，应有无？有啊。点名点在后，甲你拐到老，应有无？有啊。点名点好转。他是在帅清德之前，点天天清，点地地灵，点人人众生，点主乃是台湾传统神圣的仪式，有心中对我香火相传的意义。潘孟安母亲的告别式，由于当天的点主官睡过头，眼看现场的流程进行不下去，此时作为清德的总统，决定挺身而出。台湾传统的我们说叫塞公啊，传统的仪式哦，一般比较偏属道教一点。那通常是兄弟，这应该是潘孟安的大哥啦。哦啊，这潘孟安再加一个什么长孙，直接看到在场的高朋满座都是绿营的达官显贵啊。你看郭国文、林佳龙，在台南哦，以前赖清德主政的时候，他是要求台南的每一个区长要上任之前，每个人都要学会。其实浙闽粤贵沿海的省份还有台，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不过台比较弱一点，因为台湾是后开发区哦。但浙闽粤啊，在宋代、明代的时候就已经是科举非常强的省，尤其宋代的时候还没那么明显呢。进入明代之后呢，东南沿海的发达哈，那是非常惊人的哦。其实以前呢，还有一个省，它的文风也非常非常兴盛，就是赣跟徽。但徽其实在明代的时候是江南行省哦，但是赣就是指江西嘛哈。江西的文风在宋代以来非常兴盛，到什么时候被摧毁的呢？一直到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太平天国对江西绝对是乱世哈。有人说太平天国起义嘛，看你看角度，但太平天国在赣杀特别多的人，所以基本把江西搞得呢这个文风倒退、文化倒退、人口倒退啊，各种倒退啊，所以非常的凄惨。整个江西在宋到明到清代太平天国之前呢基本上都是人口发达、地利发达的物产丰饶，然后文风鼎盛。所以你仔细看，像那个宋代有非常多的大家都是赣来的，比如说黄庭坚就是当中非常鼎鼎有名的佼佼者所以后来这样的一个风俗啊我们可以这么讲，清末之后这样风俗保留的比较好的就是浙闽粤再加个台比较明显的就保留在这里所以这一段其实相当的精彩。赖清德其实是相当有台湾事实上是闽南传统文化，只是说他们一直想把它打造成一种台独化。赖清德的认知事件里面，他对传统闽南文化他其实是相当认同的，只是呢在他的逻辑里面，他觉得在中国都被中共用文革破坏殆尽，所以他的反共的其中一个理论基础就在这里。我们有传统文化，你们没有，这是台湾价值吗？也许是吧这是他的认知啊。那我觉得这其实相当悲哀的，强行用政治意识去切割这种传统文化本身相当荒谬。我刚刚为什么特别问大陆的同学们，就是这样的文化有没有还保留在中国大陆上面？很多人回答说潮汕地区啊、闽南地区啊，还是有这样的文化的存在那你就会知道说，第一个，赖清德非常重视台语教育。你知道赖清德当台南市长的时候，他是直接下命令，所有的一线服务公务人员以台语，就是闽南话当然它叫台语作为第一线的辅导语言。所以你如果去他们的各种市政府，只要他知道你会讲闽南话，他绝对坚持用台语跟你对话他绝对不转换成国语跟你对话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他对传统文化的思考逻辑他对于内容他是很坚持的，他对这些，所以他一直讲说台湾400年史嘛台湾400年史他的算法是什么？就是从闽南人迁移到澎湖、迁移到台湾开始，也就是说所谓的国际竞争时期。我们今天考的课本叫国际竞争时期，就从郑成功他的先辈
郑芝龙，在郑芝龙的大哥严思齐等这些大海盗的时候，这些汉人大量的开始在澎湖、台湾本岛在活动。他的逻辑不是原住民历史啊，对比蔡英文喜欢搞多元喜欢强调自己可能有原住民血统，喜欢到所谓的南岛南太平洋去寻亲之旅这样的一个差异。赖清德事实上打从心里他并不认同所谓的原住民多元文化，他更强调的就是闽南沙文主义。其实我在看赖清德我常常心里有时候都蛮难过，你知道吗？你就觉得说，哎呀，要是他没那么台独其实他是一个文化倡议者啊，他是一个传统中华闽南文化的保留者啊，传统中华文化里面的闽南文化的实践者啊。但因为他对这个闽南文化的拥趸跟他的台独主张有一个冲突感嘛，所以呢，最近他们在搞什么？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赖清德要强调台湾闽南语改成台湾台语，因为如果不改，你一讲闽南在哪里？闽南在福建，那不就冲突了吗？那不就相打了吗？所以赖清德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所以你去解读他对这些文化的熟稔，对这个顺畅度，哇，这真的是厉害。所以赖清德上来的台独，事实上反而搬石砸脚。蔡英文可以做到所谓以多元取代中华文化，讲的义正言辞，他甚至可以强调说我是有南岛血统，所以我要去南岛寻亲之旅。这样做法在赖清德上他是做不到的，他也不愿意做，所以他越加的强调闽南文化变成台湾本省文化，那越强调这个本省闽南人，他没有好的名词可以替代，那福老人、何乐林之类的，台湾台语是欲盖弥彰，他越是强调这种传统连结，而且他对这个传统连结他是深信不疑的，所以我是觉得赖清德上来之后，表面上台独的意识更加浓厚，但就文化的实体内容上，距离台独是更加遥远的。当你愈加强调台湾特有文化的时候，你愈加跟闽南进行高强度连结，你愈加跟闽南高强度连结的时候，你就愈要去改变它的名字、名称、规范，可是你的内容就更显得闽南，反而你还边缘化了从蔡英文以来用多元文化多元视角所取代的、所创造的那个所谓台湾独立民主的那种假象跟意象，反而呢又回到了传统大闽南沙文主义的主流，只是他不再强调大闽南沙文主义，他不再的去说他的核心文化价值就是闽南人的这种我们说本性本土本土价值，他不再用这种闽南去强调，他改用本土主义、本土意识、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台湾意识等等去取代。可是内核一打开，哇！你讲的是闽南话啊，你说的是闽南话，你讲台湾台语，其实你是讲闽南话嘛？务实的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